红白机上的小蜜蜂、大蜜蜂，相信绝大部分的老玩家都玩过，即便没有玩过，应该也看过、听过。但可能你很难想到啊，南梦宫有这样一款正统的续作，38年前的打飞机游戏，不但把大蜜蜂标志性的双击合体模式进化成了3击合体，还有各种花式的关卡、BOSS 战、多重结局、多种动态难度，甚至还有专门的隐藏模式，能用道具升级武器和飞船。不要看不起这个简陋的画面，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呀！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 PC 版大蜜蜂88的完整通关体验。尽管这个版本是街机移植的，但当年的媒体评价 PC 版的口碑比街机原版要高一个档次，连 Famicom 那个时候苛刻的标准都给了 PC 版33分，进入了黄金殿堂。这个版本在原版的基础上，一方面做到了极高水准的移植，保留了原版全部的内容元素，只是受限于容量，拿掉了一些动画和特效。另一方面，它又有2个重要的变化，从街机纵向屏幕变成了适合当时家用电视的横向屏幕。这个改变让敌人距离飞船的距离更近了，同时优化了平衡性，提升了战斗的刺激感。新增加的隐藏模式也是街机里面没有的。从第一款小蜜蜂开始算起，这是系列的第4作。本作的街机原版的发行时间是在1987年底， PC 上的日版叫大蜜蜂88，名字和街机版相同。在89年底还推出了美版，名字改成了大蜜蜂90，再加上一个世嘉机械的掌机版本大蜜蜂91，都属于是街机的移植。很快就到了第5关了，可以看到画面底部有一个蓝色胶囊的图案，现在收集到了第2个蓝色的胶囊，它的作用相当于游戏的动态难度调节器。这个游戏里有一个叫做空间维度扭曲的设计，连续的几个关卡是一个相同的主题，在一个主题的几个关卡内，如果收集到了2个蓝色的胶囊，当通过该主题的关卡之后，就可以传送到下一个维度，维度越高，难度就越大。接下来有一段银河舞曲，在每一个主题的最后一关都有一段银河舞曲，这个时候是有背景音乐的，相当于一个奖励关卡。这个时候敌人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舞，可以射击消灭这些敌人，也可以不管他们，他们是不会攻击的。如果在这段音乐结束之后没有漏掉一个敌人，就会有额外的分数奖励，也可以从头到尾都不发射子弹，这样就可以完整的欣赏敌人跳舞。如果一个敌人都不消灭，也会有特殊的分数奖励。因为拥有2个蓝色胶囊，所以这里打开了空间维度扭曲，难度级别提升了一个等级。进入到了下一个主题的连续几个关卡，这里可以看到啊，不再是固定的屏幕射击了，变成了纵向滚动的射击模式。这个模式是在大蜜蜂88里新加入的关卡模式。虽然说画面可以滚动，但飞船还是只能在屏幕的底部左右移动，不能上下移动。一段纵向卷轴滚动的战斗之后，又变成了固定画面的战斗。这个时候发射牵引光束的敌人过来了，在双战机模式下也能够被捕获。等他再下来，这个时候救下被捕获的双战机，就能3机合体。合体之后飞机形态发生变化了，而且可以发射3排子弹，火力是最强的。这座和之前大蜜蜂的关卡模式不一样，总共只有29个关卡，打完了就能通关，每一关的长度也都不长。在游戏的一开始就能选择出动单一的战机，还是使用双战机模式。我选择的是直接使用双战机模式。如果是出动单战机的模式，被敌方捕获之后也能组成双战机，不过很显然直接上双战机火力更加强大。双战机再次被捕获，
就像刚才那样变成了3战机。现在应该是第9关，从第8关到第10关是同一个主题，行星表面。前面的关卡1到2关的主题是空间站，第3关是银河舞曲，然后4到6关是第2个主题冰雪星球，第7关又是银河舞曲。现在是第10关，第10关就没有银河舞曲了，会面对一个 BOSS。 这个游戏里总共有2个 BOSS， 第2次面对 BOSS 就是最后一关了。虽然2个 BOSS 的外形不一样，但他们的攻击模式都是一样的。8到10关行星表面的主题关卡没有蓝色的胶囊，但如果在前面的所有关卡里没有提升难度级别，也就是没有发生维度的扭曲，通过第10关之后难度会强制性的上升1级。 PCE 版总共有4档难度级别，比街机版少1档，街机版是有5档。游戏有多重结局，不同的结局取决于通关时所处在的难度等级。最高的难度等级通关就是最好的结局。现在的主题场景从11关到第13关是陨石堆，2个蓝色胶囊已经都拿到了。如果在一个主题里只拿到了1个蓝色胶囊，或者1个都没拿到，那么通过这个主题之后，难度会保持不变或者是下降。不同的难度等级之下，敌人会呈现不同的形态以及行动的模式。又到了银河舞曲的奖励关，从这里开始往后的奖励关我都没有开枪了，我就暂时不说话，欣赏一下外星人跳舞吧。bonus 的分数结算，虽然1个都没有命中，得分是0分，但又额外多了一个 secret bonus， 又打开了空间扭曲，进入到下一个难度等级。每次打开空间扭曲都有额外的分数奖励，同时难度等级越高，消灭敌人获得的分数也会越高。这个时候可以明显看到敌人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之前一下可以干掉的，现在打一下之后像气球充了气一样。本作里面的敌人类型有传统形式的，也就是之前大蜜蜂系列里面出现过的敌人种类，还有一大类是新增加的敌人类型，除了那种可以发射子弹还会朝飞机飞过来的敌人，还有一些敌人可以组合，或者是击中之后分裂成很多小的蜜蜂，把敌人打掉之后爆炸，还有不同的烟花特效。不同阶段消灭敌人也有不一样的分数，应该说战斗的变化是相当的丰富了。第15到第17关的主题是宇宙牧场，这部分主题南梦宫借鉴了自家一款很老的街机游戏，1981年发布的一款叫做博斯科尼亚。又到了奖励关，还是来听音乐。19到21关的主题是火星，从这关开始往后就上难度了。刚刚又拿到了一个蓝色胶囊，每次拿到蓝色的胶囊
有短暂几秒的无敌时间。现在第一排紫色翅膀的敌人，通常状态下打他是无效的，只有当他飞下来，身体变成黄色的时候，命中才能把他消灭。屏幕的左下角显示的是目前剩余的生命数，每到达一定的分数都会奖命。现在显示的剩余3架飞机，实际上一共是6条命，3架飞机组合在一起就是3条命，除此之外还有3条命。画面右下角的徽章就是大蜜蜂经典的关卡技术方式。我的这种打法是很常规的玩法，每关开始敌人陆续的出现列队的时候，尽量的多消灭一些敌人，等他们全部列队完毕，剩余的敌人数量要少一些。看网上还有一些高手的打法，就是在列队的时候不攻击敌人，等所有的敌人全部列队完毕，然后再开始攻击。这种情况下，敌人可以充分施展他们的攻击手段，等于说是给自己变相的增加难度。不过这种打法的观赏性要更高。接着又是跳舞时间。23到25关的主题又变了，背景里面出现了一个星球的图案，这个星球就是外星人的加拉加星球，现在已经是最高的难度等级了。这个时候每关开始都多了一个绿色的漂浮的云朵，第一排也多了一种身体坚硬的敌人，身体是银色的状态下攻击无效，等它飞下来变成黄色才能消灭，分数很高，打掉一个有2200分。关于这款游戏的评价，如果按照5星是满分，我个人觉得可以打到4星半。虽然固定画面设计的这种玩法比较老套，但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，就是游戏的节奏很快。这一座又加入了一部分强制的纵向卷轴滚动的关卡，还有 BOSS 战，多种类型的敌人，再结合上动态的难度，战斗的内容可以说相当的丰富了。但是整个的通关流程打下来，时间不超过20分钟，这就让人感觉不够过瘾了。PCE 的这个家用机版本，如果不去刻意的追求最高难度的结局，想要通关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打到现在这个阶段，等敌人全部列队完毕，剩下的数量还是很多的，等他们往下冲的时候难度就大了。这下没顶住，被打中了，又回到了双战阶的形态。被打中之后有一小段的无敌时间，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胶囊，作用是直接变成3机合体的形态。红色胶囊出现的概率是很低的，运气不错，损失立马就补回来了。到了最后一个主题，加拉加星球表面。
再次变成了有背景音乐的纵向卷轴关卡。在画面还在强制滚动的时候，其实并不难应付，关键是停下来之后面对一群敌人，这个时候的敌人已经全部都排好队了。刚显现出来的时候，把中间2行的敌人先干掉，再趁着他们队列往外扩展的时候，干掉左右两边的。如果不是3级组合的状态，这个地方会很难打。画面又开始往上推进了，这一段推进就比前面的那段又要难一点。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还漏掉了一段关于敌人名字的信息。传统类型的敌人，也就是在大蜜蜂之前的系列里面出现过的敌人，他们的名字就对应了他们的等级。像是刚才介绍的具备捕获能力的敌人，他的名字叫 BOSS， 对应的等级也就是 BOSS 级，往下是护卫级，再往下是杂鱼级。第二大类，这一座当中新加入的敌人类型，他们的名字都用拟声词来表示。爆炸后有烟花效果的叫洞，它还有一个能力是可以吐出幼崽。前面出现形状像蛋一样的敌人叫宁，被击中后像气球一样膨胀的敌人叫胖。最后一种，也就是最难对付的，身上有坚硬外壳保护的叫抗。连续4个大型敌人之后，就要面对最终 BOSS。 如果只是单独的对付这个 BOSS， 难度并不大，难就难在它会不停的释放杂兵，尽量的把这些杂兵给打掉。被打中了，不过 BOSS 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干掉，这样正常的模式就通关了。通关后根据游戏的难度得到对应的徽章，我这里获得的是金徽章。在通关画面结束之后，我还放了一段关于隐藏模式的简要介绍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转至18分36秒。在游戏的开始画面，按住上键，然后按开始键。进入模式选择界面后，飞机的上方显示为红色的胶囊，而不是正常模式的蓝色胶囊，就表示已经进入了隐藏模式。隐藏模式的关卡构成没有变，但是难度比正常模式要高，并且改变了阵型的移动方式，背景颜色也有所区别，但是相应的增加了多种颜色的胶囊作为强化道具，像是增加射击的速度、提升移动的速度、获得奖命等等。后面所有的内容就是不同颜色胶囊获取的画面。解说的部分就到此为止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收看。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
嗯。